下定决心和林请离婚是因为一件很小的事。结婚5年，每年他的生日都不是和我跟儿子一起过的，每年他都有事，忙项目，忙应酬，忙着陪母亲去体检，甚至忙着陪女下属沈芝的宠物龟去做手术。好不容易第35次复婚时，他承诺我，那年他的生日我们要一起过。于是我提前找专业的蛋糕师苦学了1个月的技术，花费1整天的时间，熬得双眼通红，给他做了一个3层的生日蛋糕，还亲自下厨烧了满满一大桌子他爱吃的菜。然而他的生日当天，饭菜凉了又热，热了又凉，林请的电话打不通，儿子也说要在同学家住不回来，偌大的别墅只有我一个人。终于晚上11点，他酒气冲天的回家，却倒头就睡。我扯了扯他的衣袖，林请，今天你过生日？不过了，他说，懒得过。见我愣住，他叹了口气，眼底闪过一抹不耐。宋然，我今天已经很累了，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？这是我的生日，又不是你的，我不想过，没什么问题吧？我嘴里说着没问题，却正然地在餐桌旁坐了很久。晚上11点50，他接了个电话，突然披上西装走出卧室。我连忙给蜡烛点上火，将生日蛋糕举到他面前。生日快乐！我以为他是抓住最后的10分钟和我度过这个生日，却没想到林请烦躁开口，不是说了不过了吗？电话里沈芝的声音传出来，林总，我真的没事，为了这个项目，我喝再多都没事。林请打断他们怎么能让你挡酒？我这就过来。于是刚才还埋怨自己累得连生日都不想过的林请，果断地拉开房门，开始换鞋。我端着蛋糕走过去，压低声音，吹个蜡烛吧。林请背对着我，没说话。我又重复，吹个蜡烛而已，一口气的事儿，有那么难吗？林请却突然直起身子，面无表情地朝我看来，他的眼底掀起难以抑制的烦躁。宋然，你也知道吹个蜡烛就是一口气的事儿啊，这么小一件事，你也非要逼我去做吗？砰的一声，房门被他重重摔上，掀起的微风吹熄生日蛋糕上的蜡烛。我面无表情地将生日蛋糕扔进了垃圾桶，给林请发去信息，离婚吧。林请应该已经彻底忘了生日蜡烛对于我们的意义。我从高中时就暗恋林请，那时他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家世显赫，成绩优异，长相出众，暗恋他的人不计其数。而我作为人群中最不起眼的那个，之所以赢得了林请的另眼相看，是因为我异常的执着。1年365天，我给他送的早餐从未落下过1日，哪怕寒暑假也会摆在他家别墅的门口。每年学期伊始和期末，我必定会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跟他告白，包括但不限于广播站、家长会、誓师大会。他们都说宋冉是个十足的恋爱疯子，喜欢林请喜欢到了变态的地步。我从无女生的矜持，大大方方地将自己的喜欢坦然地说给林请听，甚至为了追随他，用短短1年时间将自己的学习成绩猛提100分，顺利和他考上了同一所大学。我告诉自己，我再坚持4年，最后的4年。那时的我已经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喜欢着林请，从未想过林请真的有一日会和我走到一起。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大2那年，林家破产了，林父自杀惨死，林母病重，巨大的债务一夕之间被林请扛在肩上。那段时间，他肉眼可见的消瘦下去，每天打无数的电话，得到的都是诸如不借、没钱之类的回答。只有我把自己这么多年存的压岁钱、零花钱，还有兼职赚的钱，一股脑全都转入了林请的支付宝。10万块对于林请来说杯水车薪，却已经是那个时候他能得到的全部。我陪林请熬过了那段最艰难的岁月。最穷的时候，他的生日，我们俩买了一个1块钱的白面馒头，一支生日蜡烛插在馒头上，烛火照亮林请那双深邃的瞳孔。他说，宋冉，我们在一起吧，以后我一定会给你更好的生活。到时候我们买3层的大蛋糕，在上面插满生日蜡烛，然后一根一根的吹熄它们。我被幸福的降临砸昏了头，和他恋爱，和他结婚，为他生儿育女，一切都水到渠成。却没想到婚后林请的公司越来越好，人却越来越忙，连和我一起过生日的时间都没有了。和他第一次提离婚也是因为没在一起过生日，震怒的林请当即拉我去了民政局。
可离了后不到7天，我就后悔了，去找了他。他冷笑着点评：宋然，你跟我冷战的方式还挺特别的。即便如此，他还是和我复婚了。然后第2次、第3次，我在这场隐忍不发的婚姻里爆发了整整35次，又因为深爱而35次说服自己回头找他复婚。最后一次，我和林晴吵架，是因为他喝得烂醉如泥。沈之送他回家，我连拖带拽把他扛进卫生间后，脱掉他的衬衫，想给他洗个澡，他却突然低着声音喊了一句：沈之。我和林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，民政局还没开门，我们就守着离了婚。可离婚后，我从工友那里听说林晴和沈之可能要在一起的消息，喝醉后又跑到沈之的生日宴会大闹一场。林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满眼嫌弃：你是狗吗？闻着味儿就追过来了，非要跟我复婚。我站在那里一脸难堪，他却突然叹了口气，把我拥入怀中，说：行吧，不闹了，最后一次原谅你。我真的把那当作是最后一次，我发誓再也不闹脾气。可他连吹口气的时间都不给我时，我意识到这段本就不该开始的感情真的该结束了。发完离婚消息后，林晴只当没看到，连理都没理我。3天后，我拟好了离婚协议书，递到他的手上，他也只是短促地笑了一声，轻视又嘲讽，又提离婚。宋冉，你有意思吗？真拿婚姻当儿戏？儿子在一旁做鬼脸：爸爸，我们打个赌吧，看这一次妈妈能坚持多久。我赌妈妈7天就回来找你复婚。林晴说：那我赌3天。父子俩哈哈大笑，滚作一团。唯我拿到林晴签下的离婚协议书后，毫不犹豫地推着行李箱离开了这里。那时他们谁都没想到，我这一走就是3年。林晴在家族群里一连发了10个大红包，让我晚上买个蛋糕回家。他说：行了，别闹了，晚上我们一起吹生日蜡烛还不行？这个沉寂了3年的家族群一下子炸开了。儿子程程在群里发着表情包：妈妈，爸爸的台阶都递到眼前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不掺和别人家事的姑丈姑妈在群里疯狂圈我，这么好的老公打着灯笼都难找，多大点事啊，还闹上离婚了，快别做了。一向不爱在群里发表言论的弟弟也拍了拍我：姐，你还在和姐夫冷战啊？都这么久了，你至于吗？就连爸妈都在群里质问我：宋冉，什么情况？我问了程程，说就是因为小玲不想过生日，人家自己的生日你管人家过不过啊？你现在怎么这么矫情？你至于吗？我没回复，我妈直接给我打来了视频通话。她脸色不爽，言之凿凿：3年，你冷战了3年，人家小玲还愿意原谅你，还亲自把台阶递到你面前，你还想怎样？看着我妈那愤怒的表情，我没忍住笑了。当年不是你说让我别嫁给林晴吗？我们结婚时，你连婚礼都没出席，还用自杀威胁全家人都不许来参加婚礼。后来我生孩子难产，瘫在床上屎尿呼了一身，给你打电话求助，你说既然我嫁了一个你们不满意的男人，就要接受一切后果。现在我只是如你们所愿跟林晴离婚了，怎么你们反倒不乐意了？我妈的嘴皮子颤抖着，眼中闪过一丝不自然。短暂的沉默后，她开口：今时不同往日，小林的公司就要上市了。你说说你，当年最苦的日子你都陪他走过来了，怎么现在他翻身了，你反倒扭头就走？你是不是蠢？这句话我没听他说完，直接按下了挂断，然后退出了那个家族群。我离婚，我再婚，甚至后来我再次怀孕生子，他完全没有参与过我的人生。现在只因为林晴翻了身，他就又想来插手我的生活，怎么可能？退出那个家族群后，我的世界又重新归于平静。女儿闹闹今天第1天上托儿所，傍晚我和现任陈默约好了一起接闹闹放学，却没想到先在校门口碰到了林晴他妈。她先我一步迎上来，满脸笑容：小宋啊，你来接程程一起回去给林晴过生日。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，多大点事儿啊，妈就知道你没那么铁石心肠。林晴把地址发你了吗？这可是他公司上市前最重要的一次晚宴，千万不能办砸。到时候你买个3层的蛋糕，领着程程一起过去，冷战的事儿也就过去了。偷偷跟你说，林晴专程给你买了份大礼，等着今天晚上送给你呢。
看着他笑靥如花的模样，我终于恍然大悟，沉默了3年的林请，为什么突然给了我一个台阶？原来是需要我做戏了。我听着钱婆婆稀稀疏疏地说完所有话，终于平淡开口：“阿姨，林请没告诉您吗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”她脸色微变，眼神里透出一丝尴尬。林请不是说你只是在跟他冷战吗？我淡淡一笑，冷战了3年吗？沉默这时突然皱起眉头，将手机递给我。朋友圈里赫然是我和林请的一张婚纱照邀请函。林请再次邀请所有人出席晚宴，评论区吵翻了天。林总把宋冉哄回来啦。楼上说什么呢？宋冉需要哄吗？谁不知道宋冉就是林请的舔狗，他一勾手指头，再大的气宋冉都消了。林请的头像闪烁起来，他默认冷战已经结束了，给我发来晚宴的地址，命令我晚上7点准时到，记得买蛋糕。我只是平静地翻出了相册里我和林请的离婚证照片，发了条朋友圈。我和林请3年前已经办理离婚手续，和他再无任何干系。希望大家不要再开我和林请的玩笑，否则我的现任丈夫会吃醋。作为补充，我和陈默的结婚证照片也配在里面。我的手机信息瞬间爆炸了，全世界的人都开始找我。我那7、8年都没管过我的爸妈，我那对我婚事始终保持沉默的姑父姑丈，我那曾经认为林请配不上我的亲弟弟，还有我们高中和大学的同学、校友，我们工作后相熟的共友、同事，几乎全世界都在找我打探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曾经爱林请爱得要死的宋冉和林请离婚了，还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了？有朋友甚至打来电话：“宋冉，什么情况啊？你知不知道林请现在和那个沈之走得特别近，他现在已经是林请的总助了，他们俩经常一起去出差时同吃同住。你闹归闹，别拿离婚开玩笑啊！林请给你递个台阶，你就赶紧下吧，否则到时候难受的还是你。难不成你要眼睁睁看着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，头功被沈之那个小贱人抢走啊？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只是嗤笑一声，平静开口：“多谢关心，不过我也不傻，属于我的，我1分都不会少拿。至于和好的事儿，就不用再提了。我和他都已经离婚3年了，我现在已经组建了新的家庭，连孩子都……”话没说完，下课铃声已然响起，女儿像一只小蝴蝶般快乐地扑进我的怀抱。妈妈！将女儿轻轻抱起来时，我注意到不远处一张熟悉的小脸。儿子林成呆呆地站在人群里，难以置信地瞪着女儿的背影，近乎茫然地喊出一声：“妈妈！”很快，儿子朝我飞快地奔过来。他穿过人群，小小的脸上写满焦急，好几次被撞得摔倒在地。可我始终没有抬眼多看他一眼。婆婆跟在儿子身后，急得要命：“程程，程程，你小心点！”可他像是没听到一样。终于，儿子站在了我的面前，他伸出手，突然拽住了女儿的辫子，狠狠往下一拉。女儿瞬间嚎啕大哭，委屈的连小脸都红透了。林成却像是没听到似的，仍然死死拽着女儿的辫子。他是谁？林成瞪着大眼质问我：“是哪里来的野种？你竟然敢让其他人喊你妈妈？你信不信我立刻就告诉爸爸，把家里的别墅大门锁上，让你再也进不来？爸爸和我都不原谅你，你再也回不来我们这个家了。”他鼓着一双铜铃大的眼睛，愤怒让他的表情看上去是那样的扭曲，可恶，也让我对他的最后一丝心软彻底破灭。我直接挥手推开了林成的手，砰的一声，林成直接摔倒在地，疼得龇牙咧嘴，满眼写满不敢置信。他捂着自己的屁股蹲，满脸不敢相信：“妈妈，你推我！”婆婆已经心疼地将林成搂入怀里：“程程，疼坏了吧？”林成愤怒地大吼：“你这个坏女人，我不要你回来了！我这就给爸爸打电话，让他把你赶出去，再也不要你回来了。”林成的这个电话没能打出去，一只大手突然伸出来，将林成抱起。看到那张熟悉的脸，林成瞬间嚎啕大哭：“爸爸，我们不要妈妈了，你快赶她走！林请来了！”我曾经想过和林请再次重逢会是怎样的情形，却独独没想过是眼前这一种。离婚的前3个月，我经常在噩梦中惊醒，会忍不住去想，林请到底会不会来找我？都这么久了，他怎么还不来？第4个月时，我因工作意外与陈默结缘。他是个坦坦荡荡的君子，喜欢便用尽全力的喜欢，
不喜欢的就毫不留情地斩断。我是他的初恋。据他的朋友说，要不是遇到我，险些以为陈默是个和尚。可他对我一见钟情后，却展开了连我都招架不住的狂热追求。当泥石流发生，他毫不犹豫地将我挡在身下的刹那，我便心动了。为了陈默，我鼓足勇气，决定再做一次尝试。而事实证明，我没有选错。他给了我前20年从未有过的真挚、温暖和深爱。我从未想过，原来有朝一日，我真的会忘记林晴。如今，他在站在我的面前，我竟然会觉得林晴那张曾经让我魂牵梦萦的脸，居然也变得平平起来。林晴清瘦了一些，棱角更加分明，可那双阴沉沉的眼里却盛满了不耐烦。沈之紧随其后，身上喷着一款我十分熟悉的男士香水，那是林晴惯用的味道。扑鼻而来，见到他，林城很快朝他伸出手，阿芝妈妈。沈之心疼地将林城拥入怀中，伤到哪儿了？林城在他面前终于展露出小孩子的稚嫩和天真，撇着嘴撒娇，摔到了屁股，好疼。他指着我，是坏女人推我的。一个阿芝妈妈，一个坏女人，把我都给听笑了。所以到底谁才是他的妈妈呢？沈之难掩对我的敌意。宋小姐，我知道程程是你的孩子，有些话我不该说。可这3年，您对他不闻不问，程程平时都是我在接送，我没有生恩，倒也有养恩。您为了别人家的孩子，推自己的儿子，这不合适吧？他明晃晃地挑拨，您这样就不怕伤了程程和林总的心吗？说完后，不只是婆婆，就连林晴的脸色都微微一变。我却淡淡笑了，无所谓地耸了耸肩。你知道有些话不该说，可你不也说了吗？不必提什么生恩养恩的，林程都喊你做妈了，你就是他妈，先做林程他妈，再做林晴他老婆，算盘都快打我脸上了。沈之脸色陡然一白，双眼委屈得像兔子似的通红。宋小姐，我好心提醒，您怎么能污蔑我和林总？如果您是因为误会了我，才和林总冷战3年，那我给你道歉。他说着就要鞠躬，却被林晴给直接拽住。林晴近乎亲昵地捏住他的手腕，将他往后一带，嗓音冷沉：你没有做错，道什么歉？没有做错吗？我盯着两人暧昧交缠的双手，不免淡淡一笑。林晴和沈之的右手无名指上都用水彩笔画上了鲜艳的戒指。或许只是林程开了一个孩子般的玩笑，可有时候不拒绝就已经是越界。林晴拧起眉头，眼底的不耐烦已经到达峰值。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，所以当他朝我走近一步时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。林晴愕然地看着我的双脚，终于再也控制不住他的情绪，几乎质问开口：宋冉，你有意思吗？怎么，你现在是觉得冷战了3年，最后是我先低头服软，你终于赢了一次，所以想要得寸进尺？林晴眼底掀起轻蔑般的嘲讽之色，还把假结婚证发到朋友圈，你知道吗？没一个人相信那是真的，他们都在说，干脆借这个机会真的跟你离了算了。可是宋冉，你以为我为什么会给你这个台阶？还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你在我的人生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忘恩负义的小人。林晴一字一顿，那张曾经让我为之倾心的脸，此刻却只剩丑陋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晚上我的生日宴会，你到底要不要去？林晴宛如施恩一般，居高临下的开口。我叹了口气，连生气的力气都提不起来，只觉得好笑。好笑3年过去了，原来停在原地的人已经不是我，而是林晴。我转身往沉默的身上一靠，对方占有欲十足的将我紧紧揽入怀里，在侧脸印下一个吻。我就不去了，怕我老公吃醋。还有，我不是为了别人家的孩子推林程。我亲了亲女儿嫩嫩的脸蛋，我纯粹是见不得我自己的女儿被别人家的儿子欺负。林晴的表情几乎天崩地裂，她瞬间猩红了双眼，难以置信地盯着我刚被陈默亲过的位置。宋冉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沈之的眼中却闪过一抹喜色，他抓住林晴的胳膊，强装意外开口道：林总，宋小姐她会不会不是开玩笑？她真的又再婚了。话音落下，林晴竟直接抬手一挥，下意识要上前拉我的胳膊，可陈默直接挡住了他。林总，请自重，身为前夫就要有前夫的自觉，还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现在的我们很幸福。前夫？林晴抬起手指着自己，突然傻了似的笑了2声。宋冉，你说什么呢？
你不是在跟我冷战吗？这不是你以前生气时最爱闹的把戏吗？你跟我离了36次，怎么这次突然就成真的了？他伸手一把抓住我，脸上的表情几近破碎。你现在告诉我这个男人是你的新丈夫？疯了吗？你就不怕玩笑开成真的，我们的一切真的结束？他那双几近疯狂的眼里闪烁着不敢置信、愤怒、癫狂等各种复杂的神情。他等待着我的回应，哪怕是跟他大吵一架。毕竟之前的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我被他逼得情绪崩溃后，大吵一架，他便做出包容我的样子，将我的情绪全盘接纳。可这一次不一样了，从头到尾我都只是冷静地看着他，甚至最后还笑了笑。林请，还记不记得之前离婚时你说过什么？你说那是最后一次。如你所愿，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。林请成了从前崩溃的我，我却变成了从前冷静的他。角色调转后，林请突然手足无措，他就那样浑身发冷地站在原地，不停地摇着头，只重复着一句话：怎么可能？是啊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宋冉真的成为了其他男人的妻子？毕竟曾经的我愿意为了他付出一切，抛下所有的自尊与颜面，受尽折辱与羞耻，也要和他在一起。那时的宋冉爱惨了林请，可已经是那时了。如今的宋冉被拆得大卸八块，血肉模糊后，又被陈默拼拼捡捡地凑起来，拼成了一个全新的宋冉。而这个宋冉很幸福。那天晚上，陈默买了一个蛋糕，女儿天真地问陈默：爸爸，今天是你的生日吗？不是。那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吗？也不是。那今天难道是楠楠的生日吗？女儿拼了命地回想着，可是楠楠的生日在冬天，要穿很厚很厚。陈默只是笑着捏了捏她的脸蛋，然后将我拥入怀里。又不是只有过生日才能吃蛋糕、吹蜡烛，只要愿意，我们可以天天都吃蛋糕、吹蜡烛呀。好耶！女儿开心极了，我却在跳跃的烛火里红了眼眶。陈默温柔地捏着我的掌心，别哭，吹蜡烛。眼泪顺着眼角滑落的瞬间，那些不肯回想提及的回忆，就这样随着熄灭的蜡烛，彻底烟消云散了。我知道，林请这个人，在我的世界里，彻底成为了过去时。这场离了3年的婚，在这一刻，才算是走到了真正的终结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找律师草拟了一份协议，约林请在离家不远处的咖啡馆见面。林请带了林成一起来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竟然穿了一件泛黄的白衬衫。林请很在乎形象，绝不会容许这种泛黄的白色衬衫出现在自己的衣柜里。他甚至将西装外套搭在一旁的椅背上，刻意展示着这件白衬衫。我难掩好奇，林总公司才上市，已经穷得连新的衬衫都买不起了吗？林请脸色微僵，在开口时嗓音沙哑：宋冉，你忘了？这是创业那年你送我的礼物。那时候要去见客户，我连一件拿得出手的衣服都没有。你吃了2个多月的泡面，终于攒了点钱，给我买了这件衬衫。我一直放在衣柜里面。我终于明白他是在忆苦思甜，连忙打断他：确实有点忘了，我们还是说正事吧。林请攥紧咖啡杯，眼中竟闪过一丝不安。我直入主题：林请，当时离婚时，我满心思都是离开你，离开那个家，所以财产分割的事情没有办完。而你估计是觉得我迟早会回去吧，所以根本没管这件事。我扯起嘴角，露出一抹嗤笑。既然现在我已经有了全新的生活，你和林成也有了新女朋友、新妈妈，我想我们应该做个了断了。忽略掉林请那骤然惨白的神色，我直接将提前拟好的协议推到他面前。从3年前我们离婚那天作为时间节点，我只要本该属于我的那部分，你上市后的所有收益都与我无关。我在公司的股份可以置换成我们名下的那几套不动产，所以5套不动产再加500万，你没有异议吧？我秉承公事公办的态度来办这件事，却没想到林请却骤然红了眼眶。和他相识相恋10余年，我头一次在林请的脸上看到了哀求的神色。他紧紧攥住我的手，手被青筋抱起，身体微微颤抖，近乎艰涩地开口道：是因为沈之吗？可我和沈之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是，我承认，他的确对我有那方面的想法，可是我这3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公司上市的事情上，更别说在3年之前。宋冉，我有做人的底线，知道什么该做，
什么不该做？我不由皱起眉头回想和林请的这段关系，到底为什么走到了终点？我想是因为沈之，也不全是因为沈之。没了沈之，还有李之、周之、吴之。不管是什么女人，都只是林请轻蔑于我这段关系，轻蔑我这个人的一个化身。她从未真正的尊重过我，爱过我，呵护过我。她没有越过自己的底线，和沈之有什么实质性越界的行为，可是她却越过了我的底线，用沈之挑衅我，用那些过界的语言和行为，将我所有的自尊都践踏在脚底。或许这才是我终于疲惫不堪，选择离开的原因。可我已经懒得跟她解释，只是淡淡道：“你就当做是因为沈之吧。”妈妈，林城坐在一旁，通红的双眼里蓄满了泪。你不是每次都要回来吗？为什么这一次不回来了？他抽噎着，小心翼翼。妈妈，程程想你回来。我只是淡淡一笑。林总，签完字后协议可以直接寄给我，就不见面了。对了，孩子的抚养权我就不跟你争了。最后，林请还是签了字。毕竟他的公司处于上市的关键期，不能闹出任何负面新闻。我的事情倘若传出去，他的未来必定一片灰暗。跟上市后的那些钱比起来，我不过是割了他一点小小的肉，他没什么不好同意的。只是我离开前，林请还是按住我的手说：“宋冉，我会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想清楚后，随时可以回来。”我只是笑了笑，什么都没说。后来，我妈发现自己被我拉黑后，又用我爸的手机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。他在电话里苦口婆心地劝我不要让自己之前的努力付诸东流，要牢牢握住林请这个金龟婿。最后被我一句话给堵了回去。您当年不也是握住了我爸这个金龟婿？结果呢？现在吃喝嫖赌样样精通。这次是又欠了多少钱？想把我卖给林请，替你们还债啊？我妈气得声音直哆嗦。宋冉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我是为了你好。我气急反笑。为了我好？为了我好，连我离婚后又和人结婚生子了都不知道吗？你二老3年没给我打过一通电话，怎么现在为了林请突然日夜开始问候了？以后都不用再找我了，给你们的养老费我会按照法律规定按月支付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我把我爸的号码也拉入了黑名单，将那个外表光鲜亮丽，实则早已枯萎腐烂的大家族彻底从我的人生里剥除。如今我已经有了陈默和女儿，有了待我如亲生女儿般的公公婆婆，没有必要再回头陷入泥沼之中了。我没想到半个月后竟然会再见到沈之，她未施粉黛，浑身看起来狼狈不堪，穿了一件简单的黑色 T 恤和休闲裤。与我四目相对的瞬间，她突然冲过来，想要给我一个巴掌。我直接躲开，狠狠一脚踹在她的肚子上。沈之发出一声惨叫，恨得咬牙切齿。宋冉，都怪你这个阴魂不散的贱人！你明明都和林请离婚了，为什么他还总是想起你？他居然为了你低头道歉认错，你凭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林请也不会辞退我，害我现在一无所有。沈之气得浑身发抖，恨不能冲上来撕碎我的血肉。可我只是平静地挥了挥手机。沈之，我劝你冷静一点。距离这里不到500米就有一个警察局，我随时可以告你人身伤害。沈之双眼爆发出恶毒的光芒，可就在他要冲向我的时候，放学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沈之顿时提了口气，双眼爆发出金光，目光炯炯地望向人潮拥挤处。终于，他发现了他的目标，林城。他提起一个很勉强的笑容，朝他走去。程程，阿芝妈妈今天来接你放学。林城却吓得一个哆嗦，与我对上视线。他下意识朝我求救，妈妈。我却平静地收回了视线，将女儿抱入怀里。宝贝，今天晚上吃可乐鸡翅好不好？林城小脸惨白的被沈之强制性的牵着，离我逐渐远去。坐上车后，我给林请发去一条信息：林城被沈之接走了。沈之跳楼的事情闹得很大，他跑到林请公司的顶楼，抱着林城就想一跃而下。无数的媒体镜头对准了他和林请，而林请给出的说辞却是前段日子裁员才到了沈小姐，她心有不甘。听到这句话后，沈之只是发出了一声惨笑。林请，我终于明白宋冉为什么要选择离开，因为你打心眼里看不起任何女人。我们都只是你用来蔑视与利用的工具。曾经我以为我会不一样，可现在看来我错了。视频播放到这里便到了尾声，手机屏幕进入黑屏状态。
我不由收回视线，内心涌出一阵说不上来的滋味。曾经，我和沈之一样，也以为自己会不一样，可错的从来都不是我，而是林请。沈之因为绑架被判了刑，凌晨从高台上摔下来，断了一条腿。林请公司的股票受到此次负面新闻的影响，大跌特跌。林请忙着处理公司的事情，就这么把凌晨一个人扔在医院，没人管。陈默握着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你要是担心，就去看看。”沉默半晌后，我只是轻轻摇头：“不用，给他请个护工就行。一个不把我当妈的儿子，我为什么要上赶着去给他当妈呢？”3天后，我在家楼下遇到了林请。他和之前大相径庭，满脸胡子拉碴，一身狼狈。他身上的西装衬衫皱皱巴巴，一看就是很多天没换过了。靠近我时，我甚至还能隐隐闻到臭味。看到我，林请激动不已地朝我走来，问我：“宋冉，你考虑好了吗？要不要回来？”我噗的一声笑了，简直怀疑我的耳朵。你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忘了吗？那时候我人生的低谷，就是你陪我一起走过的。现在我又进入了人生的低谷，难道你要放弃我了吗？你怎么可以放弃我呢？”他全身颤抖着，眼底几近疯狂。你不是最爱我了吗？林请激动地想要上前抓住我的胳膊，我却直接挥了挥手，喊来保安：“这儿有个疯子，请他出去吧。”林请被2个彪形大汉按住，倒在地上，终于悔恨不已地闭上双眼。我看到2行热泪自他眼角滑落。转身的瞬间，他沙哑着嗓音再次开口：“宋冉，能不能借我一点钱？我要的不多，之前分给你的那些借给我就好。”后来他又说了什么，我没再去听了。我捧着刚买的生日蛋糕上了电梯。今天是陈默的生日，我们一家3口要一起去吹生日蜡烛了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